大家好，今天带你们来到南京的壁炉寺，这是一座历史悠久、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佛教寺庙，充满了东方传统美学和宗教精神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朝的2代，历经千年岁月洗礼，已经成为了中国南方非常重要的一个佛教场所和旅游胜地。这座寺庙不仅吸引了信徒，也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游客，还有文化爱好者，尤其是对东方文化和禅宗有兴趣的。毗卢寺的名字来源于梵文，意为光明遍照。这座寺庙从南朝时期的天宫寺逐步演变，经历了隋唐的兴盛、宋元的扩展和明清的修葺。毗卢寺在历史上多次重建，让它既保留南朝和唐宋时期的古典韵味，又融入了明清时期的风格，逐步发展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模样。来到毗卢寺，仿佛可以穿越回到数百年前的中国，那是一个充满了诗意和神秘感的世界。对比西方的宗教建筑，毗卢寺的设计更注重跟自然的和谐。它不仅是一个供奉佛教的场所，更像是一幅立体的水墨画，一种将建筑和自然完美结合的艺术表达。毗卢寺的建筑风格讲究的是空间感和层次感。它的山门、大雄宝殿、天王殿、钟楼、鼓楼这些建筑各具特色。这些建筑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，还体现了佛教独特的美学观念。寺庙的木雕和石刻随处可见，其中许多描绘了佛教经典的故事和人物，雕得非常精美，惟妙惟肖。毗卢寺的建筑风格它跟西方的教堂完全不同，它强调的是一个隐的美学，既不追求高耸入云，而是要跟周围的山水、城市相融合。这种建筑风格让人感觉非常亲切，让你仿佛置身在自然中，每个细节都能感受到文化和自然的交汇。寺庙中藏着许多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，有明清时候的壁画，还有古版的经卷。这些文物不仅是佛教信仰的体现，更是中国古代的艺术和文化的宝贵遗产。对于喜欢艺术和历史的观众来说，到这个寺庙来逛一逛，会感觉非常棒的。这是斋堂，他们吃饭的地方。你看，可以容纳几百个僧人同时进餐吧。旁边还摆放了一些他们的物品。毗卢寺的旁边还供奉着关公。和达摩祖师，这个在寺庙中应该不多见啊。现在它的旁边是一座学校，一所小学。传说中乾隆下江来过好多次毗卢寺。走过这道回廊，你就能感受到别有洞天的感觉。毗卢寺最引人注目的景点就是这个回廊后面的高耸的大佛。大佛它在寺庙的中心地带，是这个寺庙的灵魂所在。大佛高数十米，气势恢宏，
一眼看到就能给你那种非常强烈的视觉刺激。佛像别有表洞天啊，情慈祥，好漂亮。双目微闭，仿佛在聆听世间众生的苦难和祈愿。无论是佛教信徒还是普通游客，站在大佛面前都会被那种庄严的气场所震撼，内心生出敬畏之情。你看，我们就到了这尊白色的就是。中国的佛像啊，它讲究是开脸。这个大佛的面容经过精心的雕刻，每个细节都栩栩如生，既有慈悲之态，也有智慧的象征。佛像的双手结印，象征着庇护众生，传达出佛教救苦救难、普度众生的慈悲精神。观自在佛大像的整体设计啊，不仅符合佛教的传统造型，同时也跟毗卢寺的建筑风格完美融合，展现出一体的和谐美。大佛放在一个高台上，象征着超脱于凡尘的高度。它后面还有个高楼，登上这座高楼啊，你就仿佛登上了世俗之外的净土。这里可以远眺整座寺庙的全景，还能看到远处的城市风光。等会我们会一起登上这座高楼，让你看一看南京的城和这个寺庙的全景。站在这个上面啊，你不仅可以感受到大佛的慈悲和庄严，还能感受到一种心静自然凉的境界。这个亭台楼阁和这个大佛的设计啊，既是对佛教信仰的崇拜吧，也是一种空间布局的巧妙利用，让这个毗卢寺显得大气磅礴。这种大隐隐于市的设计啊，让毗卢寺成为城市中一个非常安静的绿洲。无论它的外面多么的喧哗，是学校，是城市，车水马龙，是住户，只要你一走进这个寺庙的山门，你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在这里啊，所有人都可以暂时放下繁忙的生活，找到内心的安宁。这个大佛不仅是一个雕像，更是文化和艺术的结晶。这个佛像经过岁月的洗礼，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光彩，洁白无瑕。这个佛像还蕴含着很深厚的佛学哲学思想，它不仅代表了佛教的慈悲和智慧吧，还象征着觉悟和超越。佛教认为啊，人生如梦幻泡影，唯有通过修行才能超脱生死轮回。这个大佛的存在便是对这种觉悟的象征。站在大佛前，你肯定可以感受到这种精神的洗礼，仿佛在佛的注视下，人生的烦恼也得到了释怀。你从每个角度看，仿佛他都在看着你。这个是他们的食堂，给僧人做饭的地方。后面我们就来进入这座大佛后的高台吧。譬如是这种宁静之美啊，给你一种非常庄严和肃穆的感觉。一走近就能感受到那种清净无为之道。大家都很安静。文殊殿传说中是求学的，如果你想考个好分数，一定要在文殊菩萨前多拜一拜。这个寺庙不仅是一座寺庙，更是现代人寻找心灵宁静的港湾吧。这里的大佛象征着慈悲和智慧，高高的楼台象征着超脱和自在。
整个寺庙大隐于世，守护着南京。就不管你从哪里来，秘鲁寺的宁静、文化和宗教氛围，肯定会让你对东方的佛教的哲学和佛教文化有一个深度的体验。希望通过这段介绍，你能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。不管你是佛教徒还是普通的观众，它都能给你带来一个精神的慰藉吧，帮助你在浮躁的世界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内心的平和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登上这座高台，你跟我一起来看看这座佛像的另一面。再上一层。哎，有电梯了进来了。现在我沉默。看这个